各位好，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刚好在这天，中国宣布对2种稀有金属镓、锗的出口进行管制。看似2个不同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却因美方的操作紧紧相连。至少德国媒体及一些德国读者是这么解读的。中方选在这天公布这消息，是不是有意为之呢？各自大家自己解读就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对稀土的出口管控来得太晚了。当然，我没有中央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如果是我早就禁止所有稀土出口了。反正挺污染环境的，开采稀土够自己用就行了。反正出口也赚不了多少钱，而且还因此把不友好国家喂大。反正是美欧西方他们为了永保霸权，先对中国实施制裁，打压中国的。中国只不过是稍微反制一下而已，根本还谈不上对等反制。好，朋友们，我们先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对此事的报道。镓和锗，中国欲控制稀有金属的出口。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镓和锗的生产国，是生产芯片和雷达所需要的2种元素。中国商务部现在已经宣布，它将控制稀有金属的出口。镓和锗，这是2种在半导体工业中很重要的金属，主要用于生产微芯片。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层现在要控制这些稀有金属的出口，出口商将不得不从8月1日起申请特别出口许可证。那些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将这些金属卖到国外的，将受到惩罚。中国商务部以保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由，证明出口管制的合理性。此前，荷兰于周5对光刻机用于制造微芯片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荷兰这样做是跟随美国。美国在10月份对芯片行业实施了新的制裁，也是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将进一步收紧出口。据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在未来进一步收紧对微芯片的出口限制。具体而言，这涉及人工智能的特殊芯片。据国际专家称，美国欲防止中国获得这些高性能的半导体，并将用于其军事方面。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这些东西，然而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是在中国提取的，如镓和锗。世界上 95% 的镓， 67% 的锗是在中国生产的，其他稀土也主要在中国发现。例如，在喜马拉雅山脉有个巨大的矿藏。好，朋友们，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很短，感觉没有什么深度，导致德国电视2台的报道花费了更多功夫。它是从欧盟角度来解读此次中国公布的出口限制措施。我们来看看，对微芯片生产很重要，中国限制稀有金属的出口。中国使出口欧盟的原材料镓和锗变得更加困难，这是贸易争端的进一步，对芯片和汽车行业可能产生后果。这听起来像是某电影的术语，实际上是稀有金属。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已严格限制向欧盟出口镓和锗，它们是生产微芯片的关键原材料。在西方和东方的相互对决中，这是中国的一次经济反击。新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包括对关键技术进口的监控，并在许多地方排除了中国的零部件。中国对西方制裁的反制，现在对半导体、电信和电动车行业来说是严厉的。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从8月1日起将限制重要矿产品的出口。目前，它影响的正是推动欧盟去碳化的行业。这也表明，欧盟在限制中国对供应链和原材料出口的影响方面是多么无能为力。欧洲在镓和锗方面依赖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镓和锗矿的生产国。欧盟分别从中国获得其中的 71% 和 45%， 这意味着中国处于更有利地位，并对欧洲的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宣称，欧盟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事实仍然不同。我们至少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被讹诈的。汽车管理中心的 Stefan Bratzel 教授也说，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冲突危及汽车行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种相互制裁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汽车行业首先感受到了，它是德国工业的驱动力，但由于向电动车转型而面临极大挑战。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而到目前为止，台湾生产了大部分的技术芯片，德国的许多工业领域就会熄火。几十年来，这大部分都被接受了，因为与中国的生意很红火。汽车管理中心的 Stefan Bratzel 教授说，如果中国要攻打台湾，大众汽车将摇摇欲坠。欧盟试图变得更加独立，但以何种速度呢？深沉的睡眠现在正在被粗暴地唤醒。欧盟及其重要的西方盟友美国正试图建立自己的原材料基地和芯片工厂。勃兰登堡的英特尔芯片厂获得数十亿补贴，这只是一个例子。然而，做到独立自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 Bruegel 的一名研究员说，残酷的现实是，西方至少需要10年才能脱离中国的商品供应链，所以这确实是一种不对称的依赖。德国知识点评：西方智库的人就这点水平吗？什么叫不对称的依赖？原先双方合作的好好的，是一种双赢局面，对不对？是谁先开始限制甚至制裁中国的？为了迎合主子，话语一换，由合作伙伴变成了依赖关系，简直不要太无耻。就凭这种智库，我觉得中国应该立即禁止此类原材料出口他国，特别是出口欧盟和西方其他国家，而且特别是对中国采取敌对行为的国家。我们继续往下，一种必须付出高昂代价的依赖性。据中国一家锗生产商的经理说，已经有几个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客户与他联系，他们希望在8月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尽可能多的储存原材料，因为他们预计处理出口申请的时间将长达2个月之久。需求的增加最近推动锗的价格上涨了近10%。最近几个月，首先是美国还限制了高性能芯片及其光刻机的出口。东西方之间的对决，如果不是如此严肃，你几乎会认为你是在儿童游戏场上，大意是你偷了我的饭盒，所以现在你不允许玩我的桶啊。只是这里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这是关于海量的资金、未来的技术和新老大国的相互依赖。而我们欧洲人是大国中间的那个小球，只有像电影中的魔法解药，才能帮助解决这些巨大的挑战。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明镜周刊》的报道。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国限制镓和锗的出口，出现恐慌性购买的反应。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性能芯片，现在北京也在对其进行限制。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担心，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可能会上升。配图说明，基于硅锗的雷达芯片，德国政府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事态发展。在与美国的技术争端中，中国打出了下一张王牌。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性能芯片之后，中国现在正在增加出口某些对芯片生产很重要的原材料的难度。这是由中国商务部在北京宣布的。从8月1日起，必须申请许可证才能出口镓和锗产品。据中国商务部称，这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据内部人士透露，有关部门正计划在周4与相关公司举行会议，讨论这些措施的实施。德国总理肖尔茨今晚在柏林说，德国政府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然而，北京政府的决定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出口限制。总理强调，这种限制是否会随之而来，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一个经纪公司的分析师说，这看起来像是美国禁止一些芯片出口后的报复行为。然而，另一家咨询公司 Strand Consult 的创始人警告说，不要出现恐慌性反应。与其他所谓的稀土不同，中国之外还有镓和锗的供应商。诚然，限制措施在推高价格，但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他们绝不像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那样痛苦。中国矿业协会负责人彼得·阿克尔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已经击中了美国贸易限制的要害。南朝鲜和台湾表示，他们预计中国的出口管制暂时只会产生有限的影响。这2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2家芯片制造商三星和台积电的所在地。日本和欧盟正在研究对其自身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欧盟上周同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同时继续保留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作为合作伙伴。德国政府也在为其中国政策挣扎。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警告说，
如果中国将出口限制扩大到其他金属，如生产电动汽车电池所需要的锂，那么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问题。德国之士说明，原文说南朝鲜和台湾这两个国家，本人只是翻译原文，我当然绝不会认为台湾是国家。按联合国的文件及两岸宪法，台湾是中国一个省。好，我们继续往下。因此，数字协会 Bitkom 和德国工业联合会 BDI 呼吁加强努力，使其更加独立于原材料和技术进口。通过芯片法案，欧盟已经启动了一项促进建立半导体工厂的计划，其目的是到2030年将芯片生产的世界市场份额翻一番，达到约 20%。生产商已在囤货。中国宣布这一消息在业界掀起了波澜。据中国一家锗生产商的经理说，已经有几个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客户与他联系，他们希望在8月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尽可能多的储存原材料，因为他们预计出口申请的处理时间将长达2个月。最近需求的增加将锗的价格推高了近 10%， 相当于每公斤1380美元。一些中国矿业公司如云南临沧新源或云南驰宏的股票也上涨了 10%。 中国以外最大的澳大利亚稀土生产商 Lynas 的股票上涨了 4%。 根据财新网的消息，2022年日本、德国和荷兰是镓产品的主要客户，日本、法国、德国和美国是锗的主要客户。这些金属主要用于计算机芯片、电信、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凌应要求表示，它一般从不同地区采购原材料。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原材料的供应变化会影响我们的生产能力。美国公司英特尔也强调，它从不同渠道采购初级产品。最近几个月，特别是美国，还限制了高性能芯片以及生产芯片的机器光刻机的出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华盛顿政府也在考虑限制中国公司获得美国云计算供应商的供货。同时，由于对移动网络的安全担忧，越来越多的西方电信公司不再使用华为等中国制造商的部件。中国已经以其他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它禁止某些公司和组织使用美国制造商美光公司的芯片。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几周前对中国的访问并没有导致关系的持久缓和。本周，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预计将访华。美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并不完全低。投资银行杰富瑞的分析师警告说，如果紧张局势没有缓和，估计必定对稀土进行进一步出口管制。好，朋友们，刚才我们看了3家不同媒体的报道，他们分别是德国电视1台、德国电视2台以及明镜周刊的报道。接着我们来看看上述3家媒体读者以及观众评论。我们先看报道很简短的德国电视1台的读者和观众评论。他们仍然只是管控，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加大制裁，事情可能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下一位，那么对于世界市场来说，它们将变得更加稀少。下一位，闻起来越来越像是要开战了。下一位，对欧洲来说会越来越不舒服。下一位，我们的西方领导人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制裁像回旋镖一样，以双倍的力量回击我们？这些领导人本可以从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吸取教训，但是没有。忠诚的傀儡们不会思考，他们尽职尽责地听从美国的指示。欧盟已经输了。下一位，加和锗还是别的？总之，贝尔伯克夫人的一个任务，我们应该尽快把它发配到中国，这样它就可以给中国人一个好的说法，当然是以最纯粹的和最高形式的女权主义外交政策。下一位，这些是德国绿色转型急需的稀有金属，没有它们，德国就造不出一只电池，这很蠢啊！我们是否让自己只对一个国家形成了依赖？下一位，新的依赖性，我们的能源转型是由中国操控的，只有中共中央委员会允许的事情才可能在德国发生。我们从新冠大流行中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口罩、手套、大白褂、药品，现在是半导体和电池的稀土。下一位，
开始了。这一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直接攻击中国，而不是像在乌克兰那样的结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2台的读者和观众评论。第一位，中国为什么要向欧盟提供稀土？冯德莱恩和肖尔茨对中国的抨击正显示出效果。德国人不仅在毁掉自己，也在毁掉欧盟。德国人是欧盟中最糟糕的害虫，甚至超过了法国人。下一位，俗话说，任何作用力都会产生反作用力。中国对我们的伤害比我们对他们的伤害更大，而且会持续更长时间。下一位，好吧，行动和反制行动。最近，一家荷兰公司不是刚刚禁止向中国出口现代晶圆成像仪吗？德国知识点评，这位读者估计是指荷兰阿斯麦的光刻机吧。下一位，现在我们的政策失败又有了借口，现在不是交通灯的问题了，现在如果我们的经济破产，都是中国人的责任，就像普京应该对德国通胀负责一样，而你们公共电视台却在散布这些谣言。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民警周刊》读者评论，他家的人气总是最高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报道中有800多条评论，我们按照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吧。第一位，顺便说一下，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锗和镓，相反，这2种元素都相当普遍，但提取和加工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几乎都是由中国进行的。例如，德国就有这2种元素的矿场，也许他们将以此为契机，采取战略行动，而不是一味地追逐最便宜的价格，因为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做法最终会导致昂贵的代价。下一位，在此可以明确指出，这是中国首次针对西方的制裁。现在哈贝克先生不应该假装政客们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反应。非常感谢贝尔伯克夫人对中国外交部长的教师爷语气，外交学可能不是大学里的科目。下一位，对绿党来说不是好事。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相应的原材料，德国的能源转型将成为历史。99%以上的光伏产品都来自中国，没有他们，一切都无法进行。那些认为他们可以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贸易中像上个千年那样用制裁来行事的人，将无法在回声中生存。下一位，很明显，中国会对美国的芯片法案做出反应，难道中国应该就说手就擒，硬气发声吗？下一位，中国的报复行动只是时间问题。首先是美国对华为的措施，然后是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任何能够合理思考的人都清楚，即使是最有耐心的人，最终也会耗尽耐心。然后中国会实施反制裁，而这些反制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美国不向中国提供他想要的产品，那么中国完全有权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下一位，不仅是美国，他也迫使荷兰、南朝鲜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加入进来，因此中国采取这一步骤是可以理解的。下一位，西方正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自我毁灭。下一位，西方将为一场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争感受到痛苦的后悔。下一位，中国在某些时候会变得非常讨厌，因此这些信号是对西方的警讯，使我们一步步独立于中国。中国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至少我不指望它在未来是这样。下一位，我们必须与中国断绝关系的说法就是这样了。中国越是脱离我们，对我们和欧盟就越不利。我们应该以理性，而不是以立场来搞政治，包括外交。中国有一个与我们不同的制度，我们不会改变它。下一位，这就是为什么与中国脱钩是正确的，它也使我们在经济上更加独立。下一位，我们不能在经济上脱钩，没有原材料，作为一个出口国，我们严重依赖美国、中国和欧盟。我们被誉为出口世界冠军，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因为我们的立场、错误的能源政策以及缺乏创新和基础设施而落后。下一位，药品短缺、芯片短缺、能源短缺、人员短缺、原材料短缺等等等等，
供应短缺无处不在。发生了什么？美国人正在与中国发动一场贸易战，而欧洲则夹在战线之间，无能为力。我们依赖他们，被甩在了后面。下一位，我忍不住笑了。美国对中国说：“你们别想获得芯片。”中国对美国说 ：“OK， 那么你们就别想获得任何原材料。”中国现在是一个大玩家，已经或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大家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下一位，是美国先开始的，并且正在伤害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现在用反制措施来回应，有什么好惊讶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很清楚了。然而，对抗而不是对话却是如此流行。下一位，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德国将成为比乌克兰危机中更大的输家。德国应该在此保持中立。好了，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3家媒体的读者对于中国的反制措施的反应还算比较理智，并没有一边倒的批评中国。有一部分读者甚至能够理解中国这么做。经过美国首先发起了一轮又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等等等等，拉拢及强迫他的小弟们站队及一起来针对中国，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搞得乱七八糟，大家都成了输家。全球化当年是他们发起的，去全球化也是他们带头做。有时我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灯塔国，天下应该太平多了吧。